哟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小二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国家铁道博物馆，而我们等一下要先去做乘车体验。那我们马上去参观吗？Go！现在正在搭乘蓝比柴油号客车，目前台北唯一有在地上行驶的火车。这边还有一个放水壶的和烟盒。这台车子的费用呢，在0到150块不等。现在快开到平交道了，也是这趟火车能开到最远的地方。那也在这里让我们体验以前的火车是怎么翻转座位方向的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乘车体验完毕了，现在要先前往主力工厂。这边呢是免费参观，只不过呢发片的时间可能已经关闭这个展厅了。这台火车还可以上去。这边还有参观的驾驶舱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这边竟然曾经被2次大战轰炸过，不知道找不找得到。这看起来很壮观的样子。还是修轮胎用的。上的图好特别哦，竟然都是方格的。我看轮子都很帅，其实都可以闻到一些柴油的味道。这边好像是可以写东西，然后把它贴到墙上面的。到轨道很容易就不小心踩进去。这一支影片就有展示怎么把车厢改造成火车车厢，觉得蛮酷的。主要是在展览关于列车的一些食物之类的。这边是在讲，好像是在车站卖的便当。这是我觉得主力工厂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小个区域，因为呢，
里面它有展示的火车模型，竟然里面座位都有做好，还有一个火车的设计图。是先厨房，然后才餐车。它这边还有一台真的能参观的餐车，是摆着的座位，看起来没有很多，是茶水。一下来就遇到刚才搭的火车了。车原来是一半是放行李，然后一半是放电机的，只是现在看不太进去。是刚才的头。那这台车曾经与水泥车发生碰撞，但我找不到有什么痕迹，只感觉好像它的油漆有些凹凸不平。看一下这台火车是什么？好特别哦，一边是橘色，一边是蓝色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面是蓝色，一面是橘色，因为它要展示两个不同时代。在复兴号时代的涂装，一个是展现副挂冷气的涂装。哦，这个是苏打尺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总办公室，这里呢就是一条很长的走廊，然后呢旁边就有4、5个展厅，一样是免费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展厅，它是展览一些关于铁道的电影之类的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牌子，竟然是跟之前我们看的那台火车上面的一样，超酷的。然后这个刚才对号车牌也有在上面看到了。接着这边还有一个好像是看电影的，然后是坐在火车车位上面的体验吧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这区，主要是介绍一些铁道的文学之类的，然后呢，还有介绍一些好像是音乐之类的。我是觉得这一区比较无聊啦，但是呢，其中还是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，比如说像是那个便当竟然可以用一个桶子就叠起来这么高，然后还有车站的票务是如何处理的，这一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这边就是音乐的区域，我那时候原本想要听这一些音乐，结果呢，它里面的好像是2、3台机台，全部都被几个小朋友给占据了。而这区的最后面呢，就是展示了一些古代的图片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绘画，
但是我不确定这一些绘画是真的还是只是印图片上去的。它这区我觉得很怪，里面明明都有介绍，结果禁止进入。接着呢，第二个展厅它就属于历史文物的展现，然后呢，这里呢它主要是常展示，它旁边两侧也都有一些介绍，里面还会有一些遗址的陈列，而且还有介绍的文字。这边是我最记得的部分，就是泰国的守卫车，因为后面的柴电工厂也有展示它的实体。那边还有一张长广的地图。这里是他的办公桌，然后呢，这个电话过一段时间就会响一次。接着这里是副厂展示。看起来都是他自己写的字，看起来。接着呢，我们趁这一段时间来介绍一下总办公室。它是1935年落成的，1966年才增建第2楼。果然跟我觉得一样，它也很长，总共有74，接近75公尺长。整个行政中心最醒目的就是屋顶的那4个大大的台北机场字样。原本是1层楼的木构造，作为公务与行政人员的办公室，外墙是洗石子，地面和墙面用的是磨石子。到了1966年才加盖2楼，里面还看得到木板地和木座天花板保留非常完整。然后呢，总办公室里面的常展示办公室都有设计洗手台，供整理溶仪之用，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一个。这边就有可以直通对面的了。这个是从日本时代沿用至今的重锤窗户，透过隐藏在窗户内的重力锤与窗户重量达到平衡，让它可以停留在任意一个高度。这个日历竟然每天都会换。接着又是下一个展厅了。那个展厅主要以时间轴来展示一些发生的事情之类的，然后呢，底下还有一些文书。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让人走进去拍照的地方。
这个东西我们刚才在蓝皮柴油号客车上面有看过，只是后来好像改法律后，这个东西就没有了。这边还有太鲁阁号的纪念商品。我觉得这边的邮票都还蛮不错的，这边是可以盖章的，这是我盖的，底下的印章要去员工澡堂。这就是刚才说的印章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员工澡堂，这个区域一样是全区免费参观。首先，员工澡堂的第一个区域呢，是展示了一些建筑的模型，是员工澡堂里面我蛮喜欢的一个区域之一。然后它每栋建筑底下也都会有一些介绍的文字，主要是在讲解它有没有被拆除，然后还有现在这栋建筑已经改为什么东西了之类的，感觉还蛮不错。这边就有整个机场的模型，趁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这栋建筑。它是建于1935年，当时称为更衣所浴场，为对称的一层楼建筑，平面略呈十字形。位于中央的浴室为钢筋混凝土建筑，大跨距无落柱的长筒形薄壳屋顶为其特色，下方以钢轨与钢板组成之拱形港横架整加支撑住，在南北立面设有大面积玻璃拱窗，增加空间透性及提供良好采光。2000年5月1日，由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国定古迹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中间的部分，它就是最主要的澡堂。然后呢，它里面一样会模拟冒出来的气体，而且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。而这个水池提供的热水呢，是利用原动式锅炉产生的蒸汽，经蒸汽管路送到浴池加热而成。不知道这个怪味是不是这样来的？接着我们来的这一区好像是在介绍古迹保存的，光是地板上就会有一些封住玻璃的地方，看起来是用来保存古迹的。这边它都有介绍它这个每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，而且它两边的这一种介绍是不同的，还会说它在历程有什么，这边就会展示它一些修复的原则。觉得超特别的，它原本好像在总办公室的。
铁转车器，蛮特别的。地板之前跟这里的不同，因为会裂碎，看，哇，有的上面铺混凝土，还有排水口。这是澡堂的那一个通风的制作的。它居然还要钻石头进行取样，这样不就破坏古迹吗？知道的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哦。门是以铁柜交错排列的。椅子真的看得出有点年代，因为它这个椅子都坐起来都晃晃的，还有感觉要凹下去的感觉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大礼堂，这里一样是免费参观。然后呢，它也有纪念品店。然后呢，听说还有可以吃饭，只是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。而后面也有一个小小的展示，它主要是展示煮饭还有员工吃饭的一些东西之类的。不知道是真蛋还是假蛋。我还发现它只要经过感应到就会出声音。接着出厨房这区主要是展示一些当时可能会出现的菜色之类的。然后呢，他还说他们这一边吃饭的价格超便宜的，只需要10几块钱就可以吃饱一顿的。在2013年迁到富冈的时候，价钱也都还是10几块钱。这边竟然有地下室可以，我怎么都没看到地下室有什么入口。很可能是展示他吃饭的情形。这观众果然真的有地下，这边是通往地下的。接下来即将前往最终的一个点。这进去柴电工厂的票它有不同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柴电工厂，这里的费用大概在0到100块不等。这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展厅，虽然需要收费，但还是很值得来看的哦。因为我才花2个多小时，却还没看完。究竟我是还剩多少？到底还要花多少时间？想知道此资讯的人，请继续看下去。这个刚开始的区域有点无聊，就是用来介绍台北机场的东西之类的。工厂是一段时间才一段。这边是立体的。在收费晚费方面之后，提供观众搭乘体验，也是制作高端火车。以后会有很多火车可以搭乘的样子。13年到。它都会把一些东西完整的保留在原地。
从这个区域开始，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趣啊。这边介绍的是符号，之后也会在一些地方上看到这一些符号。这边我很喜欢他把整个检查修车子的流程都讲出来，还有影片解释，吊车体超猛的感觉。接着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他就开始介绍火车的一些构造，然后呢，荧幕都会展示它修理的过程。而首先展示的呢，就是它的转向架，它还会把它的每个零件的构造都一一展示给我们看。这区我也超喜欢的，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，非常推荐各位来这里亲自看看。而它在这一种知识介绍的另一边呢，则是一些原厂本来就有的一些配置，再加以介绍。接着呢，它这边就继续讲解马达，感觉是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感觉。就更详细讲解的那个轮轴里内部的轮子的马达了。它这边也有一些原本就有的配置，果然是既保留了古迹，也增加了一些东西。测试机是这台。这应该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机器吧。我发现它虽然这一些画面都只是模拟，但是它的那一个引擎也真的会跟着动，而且它的设备也真的都会做出这些动作，我感觉非常的不错。而且竟然还有声音模拟，但不确定真的是这里啊，还是其他地方的。大概整个演示是6分钟，非常详尽的。他这支影片主要是展示他检修引擎的过程，他竟然要把整个外壳都拿掉，而他这边的这些介绍呢，竟然把整个引擎支架里面的构造全部都拆下来给我们看呢。这边也有介绍每个构造的功能。刚才有拿下一个东西，看起来很像这个。不知道这上面这块是电路，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了。像吹出来的味道都是柴油味。这边是比较就是修复钣金的工作。这个萤幕它展示了整间工厂的东西分别是什么，而且它也可以点来看详细的介绍。
个东西好像刚才在那个演示里面已经有看过，竟然是用别人他没有设计图就制造出来的。这边还有一个观景台，这里可以把整个展区都一览无遗。那这边我也超级无敌喜欢的，他直接介绍了蒸汽火车从刚开始到如何推动的所有原理之类的。这边是驾驶座，它的轮子可以动，应该是这个在动。直接详细的展示，让我觉得很厉害。它直接展示很像在检修时拆开壳的样子。好像有一个装置，它这边摆一个键盘，不知道做什么。看起来是没有介绍。这边呢又有一个可以演示的东西了，而这边呢则是透视它里面的所有结构，然后呢它会有板子来回滑动来解释。我是觉得蛮酷的，而这个过程差不多是5分钟左右。我其实蛮好奇这个东西它是直接上面这一片玻璃就是萤幕，还是它是用投影的？知道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这区则是介绍很多种动力。首先是蒸汽动力，它介绍了它的历史，然后还有影片，然后呢还有一个互动装置。这边甚至还有介绍蒸汽机车，还有分种类呢，好酷哦！这边也有测试。接下来这边则是介绍内燃机车，它一样也有互动装置之类的。介绍这个是做什么？它这边竟然又分成不同种类的传播方式了。那拉那个接着呢，这边来到了电气动力了。来介绍，因为在建日月潭的时候其实就有。介绍的蛮不错的，全部介绍它集电的流程的样子。这个互动装置是把你想要看到的放在感应装置上，就可以看到它的集电弓的介绍了。我记得好像有3个种类的集电弓。这台模型其实是复刻的，哦，这个是悬臂吊车的。我原本还以为悬臂吊车是个红色的。这边超酷的，只是它好像要收集完气体后，它才能让它触发装置。它这边是木桩地板保留区，畅快。
这边开始介绍许多车辆，其中这个泰国的什么走车又出现了。这边好像会把2节同样的火车连在一起，帅。而且为什么它的这边是贴很像日本的地名啊？然后上面那个是给上坡旅客可以看的，还是这样讲？它这边有楼梯可以走上去看，其实看不太到里面的状况。是货车的类型。竟然还有介绍货车的号码和载重的对话是什么？比如说像是这一笔就是介绍一些车子的设备的英文是什么？比如说红手车，还有 BH 石斗车之类的。这边好像是对看装什么东西才是对的，而这边呢则是客车的类型介绍，而这边呢则是客车编码的介绍，这一边也有一些它的英文代码，是专门代表什么车的意思。它这边则是设计出自己的车，这是我设计的。它这边则是介绍机车的类型，它这边则又是机车代码的介绍，也有英文的代码。它这3区的代码都整理得非常丰富，只可惜时间不允许全部看完。它这边则是把东西配在应该出现在那台车子的地方。它拼完后还可以点每个地方看它这个分别是什么装置的介绍。而它这个介绍的另一面呢，则是客车、机车和货车的一些物品的介绍。这一区只要有时间的话，真的可以停下来看看，也可以学到很多代号的知识，就像是刚开始进来的那个修理的代号。他这边介绍说，这是台风淹水的高度。他可以看到的火车不止实际上放眼望去的2排。这个翻倍式座椅，就是我们早上搭车体验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筹储缸的。它会看起来很新的样子，其实原因是因为它这边是修复过的。畅快一样，接下来这边都是在板子上面行走了。这边是它这个展厅唯一可以进车内的，但是这个可以走很多节车厢。以前的马桶。它地板都是这个形状。这边好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介绍的东西。板竟然是深陷里面的。这台车果然跟刚才那泰国手车不同，它只有一个瞭望台，另一边没有瞭望台。这台车不知道是不是日本时期就有了。
真的有一边是不对称的呢。要展示它的驾驶舱。再直接装上去。这个是打卡的，它里面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或是古迹的东西，或者特别才在古迹有的东西，它就会讲解那是什么。他说出游的位置在底部的正中端，这应该就是有跟车体合并了吧？这台车原来是运送谷物的啦，不然我以前一直以为它是运油的。分拣的开启那个地方，现在是在运转向下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旁边的这一些展厅，这些展厅我原本不知道有这一些展厅，但是呢，走到这边才发现，所以呢，我错估时间，导致没有全部都看完。那个安全第一，我的确也在工厂里面常常看到。这些都是这一些设备。来到这里，而这整区主要都是在展览一些关于这座工厂的历史，还有一些修复之类的过程。说实在，其实没有很好看，是柴电工厂里面最无聊的地方。介绍它的转型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这边有报纸可以用，然后再加大的话，它就会写出重点。这个就是我们早上去的那个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是铁道工程图，变成地图。东西技术人才培养，然后这是日文，然后这边是空袭的地方，被空袭的地方，然后这个也是日文，重。这边我也蛮喜欢，因为它有介绍制作篷车的顺序。这边竟然还有自制座椅的步骤之类的。宣传片，然后这一边是。这边又讲到泰国厂车了，今天至少已经看过3次了。这是现代化的工厂，然后我发现它好像每个都要用火车来连接，好奇特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设备，这边是介绍现代的台北汽车。他这个写说最后一个开在台北路上火车，是在讲这一区保留的意义，要不要保留？这全区保留。然后这个是铁道博物馆，然后这个纪念对我有拿到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还剩下2个在柴电工厂展区，还有个特展还没参观到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快要接近闭馆了，所以那个第一区展区大概可以逛超过1天，前提是还要有主力工厂还开放，但是它在10月31号就关闭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还是很喜欢这里。好，各位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。